30块钱，老娘整整搭进去30块钱啊，就换回来个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的城里丫头片子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待会儿麻利点，把他带来的那俩红脸盆给我拿过来，可不能便宜了老二那屋。娘，你消消气儿。听说这乔克新是被他城里后妈给骗来的，本来人家是冲着村支书家大儿子那大红砖房去的，结果村支书嫌他脾气孬，当场就退了婚。他后妈急着拿钱给他亲儿子买个工作指标，30块钱就把他塞进牛车，打字给咱们家了。能说啥？30块，俺后妈收了村支书家250的彩礼，那大红砖房呢？哟，还做着村支书儿媳妇的美梦呢。你那好别母早把你许给俺家老二了。这是老陆家，进俺家的门就是条龙，你也得给俺攀着。老二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还不赶紧把你媳妇拽进去！别过来，恁这是骗婚。俺乔克新就算让回去要饭，也绝不给恁当牛做马。俺现在就去公社告恁骗婚。臭妞儿，你吓唬谁来？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！大哥，别碰他，地里的活还没干完，闲得慌就去送土。老二，你疯了？为了个30块钱娶来的媳妇儿，你要给你亲哥翻脸？你少在这假惺惺装好人，那一家人合伙骗婚，你以为当了一棒咱就会感激你？烦了，真是烦了！老二，既然你糊涂他，那咱今天就把话说清，这个家没法过了，分家！分家，必须分家！老大刚添了男丁，大瓦房归他，老三要去镇上念书，家底的钱归他。至于你，既然娶了城里媳妇，后山那片乱石滩就归你。还有当年给恁爹治病钱打对了500块外债，你也一并担了吧？谁让你娶了个不省心嘞？恁还要不要脸？30块钱骗了俺来，现在还要让他背500块的债去收石头山，这是分家，这分明是逼人走绝路。这家我早就想分了，500块外债俺背了，乱石滩你们可别后悔。你疯了？那可是500块，你愿意当冤大头？凭啥拉着俺一起背债？你是不是脑子缺根弦？这让我改了，咱以后就不是一路人了，以后有事也别找俺。走。看啥看？你以为俺会跟你过日子？别做梦了！你瞅瞅你这穷酸样，俺被骗过来，难道就是为了陪你在这荒山野岭受苦？离俺远点！俺知道你委屈，这饼子你趁热吃，俺出去守着，绝不碰你一下。你干嘛装好人？500块的饥荒，你拿什么还？就靠这破石头山吗？这乱石滩在他们眼里是死地不假，但在俺眼里这是能翻身的好地方。你乔克新既然阴差阳错嫁给俺，俺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你跟着俺吃糠咽菜。明天起，俺让你亲眼瞧瞧这30块钱的开局，俺咋打出好日子。哼，吹牛谁不会啊？一堆破石头红泥巴，难不成还能变成钱？能不能变钱，明天一早你就知道了。吃饱赶紧睡觉。真是个死脑筋的傻大哥，活该找不到媳妇。行了，锅里俺早起熬了点野菜面糊，趁热吃。俺上山一趟，弄好木料，把烂东西修修，顺便挖点东西。俺娘他们来找麻烦，别硬碰硬，等俺回来。你少嫌吃萝卜淡操心，姑奶奶在城里大院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。你以为俺是那种任人揉捏的软柿子？他们要是敢来，俺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中，打不过就跑，别伤着自己。
30块钱把俺骗来，还想顺走俺的红参盆，做梦！完美，今天就让你们这群人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老大媳妇儿，老二一早就上山了，那城里妮儿肯定还在睡懒觉。你去把他陪嫁的红脸盆和那身的确粉褂子拿出来，到了咱家地盘，那就是咱家的东西。得嘞，娘，俺早看上他那件褂子了，拿回去稍微改改，过年穿，准能馋死村头那几个老娘们儿。没用的东西，走个路都能摔。你起开，俺去拿。臭妞，日上三竿了还不起来干活，真当自己是少奶奶。你个懒！老天爷呀！咋弄的呀？你醒醒啊！哎呀！这是哪来的两位大婶跑进俺家院子来？大清早的来别人家乱翻东西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吧？你个不懂事的妮儿，你居然敢设陷阱暗算长辈！看，俺不撕烂你这张伶牙俐舌的嘴！俺今天非教训教训你！俺看谁敢动他一根指头！分家单上的红手印还没干，恁就来俺屋里拿东西，真当俺陆大山是个死人？老二，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娘是来看看恁冻死没有？这妮儿居然往娘头上泼水，你还不快说说他！她是俺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在这个院子她想做啥都中。恁要是再敢踏进这院子半步，俺就去公社找干部评理，滚！老二，你等着，恁两口子就守着破石头山，等着饿死吧！你瞎逞啥英雄？谁让你帮忙了？俺自己一个人也能把他们打跑。俺知道你能行，但俺陆大山的媳妇儿不用自己动手对付不讲理的人。你去屋里歇着，俺先给你搭个椅子。你居然还会这手艺，不用钉子就能做恁家事。祖传的手艺，我不是人，但真正能让咱翻身的是这个。这到底是啥？你昨天就说它能挣钱，难不成这泥巴里还藏着宝贝？这是赤玉土，能种出药效特别好的赤玉灵芝。那500块的饥荒，加上这30块钱的开局，媳妇儿，你敢不敢跟俺赌一把大的？赌就赌。这30块钱是俺全部的嫁妆了。陆大山，你要是敢把本小姐的嫁妆赔个底了，俺非拔光你的头发不中。放心，连本带利，俺一定还给你。都过来，都过来，开会了！大队长，你可得给俺做主啊！就是老二两口子嫉妒俺分了家里10亩好田，半夜把俺买的高级进口化肥给换了。现在俺那10亩地的月苗全枯死了，他们这是要绝俺的活路啊！造孽呀！老二娶了个媳妇儿进门，专门祸害自家亲哥，那化肥可是花了50块钱买来呀！陆大哥，捉贼还得拿赃嘞！你哪只眼睛看见俺们半夜去换你的化肥了？俺们住后山，离你那地远着呢，吃饱了撑着去翻你的烂泥巴。除了恁们还能有谁？俺买的可是供销社最紧俏的鲁霸王化肥，遇水就化，金贵的很。要不是恁们换了，苗苗能一夜死光。吕霸王，没听说过。俺前天刚去供销社问过，这方圆百里根本没这牌子的化肥。陆大哥，你咋知道？因为你贪便宜，你根本没去供销社，而是从邹街传线的骗子手里买了便宜染色生石灰，生石灰遇水生热，直接把麦苗雷根给烧烂了。你自己糊涂，害了全家的口粮。现在怕你媳妇和你娘说你，就想顺水推舟，讹砸俺们去给你填窟窿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好你个瘪犊子！你跟老娘说花了50块，剩下的45块钱你拿去干嘛了？是不是去赌了？哎呀，媳妇儿，俺轻点，俺就是拿去跟隔壁村玩了2把。不管咋
话说，你哥弟回来，你作为亲弟难道就在旁边看笑话？你后山的乱石滩反正也种不出庄稼，你马上替你哥去镇上康宝挣钱买新种子。分家单上的手印还在，他的事儿跟俺陆大山没有半点关系。与其惦记俺，不如管好你们自己。请问哪位是陆大山陆兄弟？我们在镇上卫生院看到了他拿去寄卖的样本，这简直是太好了！陆兄弟，你送去的赤羽灵芝我们化验过了，药效是普通灵芝的3倍。这种灵芝只有在富含特殊矿物质的火山岩地貌里才能种活。你种了多少？我全包了，一株我出10块钱，10块钱一株。我的乖乖，一个庄老里干1个月才挣10几块啊！10块钱，老二，你那破石头山上种了多少？不多，也就是200多株，差不多够还大队的饥荒，还能跟我媳妇儿盖3间大红砖房。哎呀，2000多块钱呢，这可怎么花呀？有些人守着良田种石灰，我们守着飞地种药材，这人跟人的命啊，就是不一样。2000块呀，那本来是我们家的钱啊！你个不争气的废物，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瞎了眼的蠢货！娘，你醒醒啊！老二，你发财了不能不怪亲娘啊！这主意是我媳妇儿出的，我陆大山的家底儿也全都是我媳妇儿的。媳妇儿，走，回家数钱去。1800、1900，2230，发财了！陆大山，你快掐我一下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30块钱的本金，1个月翻了70多倍。莫做梦，数钱仔细，别伤了手。这钱既然是你出本金入的股，现在全归你管。以后在这个家里，你就是掌柜的。算你识相！我可警告你，虽然你出了力气，但这钱可是我的婚前财产投资嘞。你要是敢背着我偷偷拿去接济你的老娘和大哥，我就带着钱连夜买火车票回城，让你落个人财两空。分家单上的手印还没干，我陆大山再蠢也不会热脸去贴冷屁股。这钱你要是嫌重，我明天去镇上给你买个铁箱子锁起来。赶紧拿500块钱装好，咱们现在就去大队把当年欠的500块还了。本姑娘这辈子最讨厌欠别人的账，一天都不能拖。爹，我听说陆老二那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在后山挖了点破草药卖给省城了，赚了点钱就六亲不认。还好当初那乔克新没进咱家门，不然就跟老陆家一样倒霉。陆老二欠着咱们大队500块钱嘞，就算他卖草药挣了钱，那也是杯水车薪，年底他还不上。大队就把他后山那块地连着他那破茅草屋一起收回来抵债，到时候他连个落脚地都没有。村长，青天白日里做什么美梦呢？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500块钱，1分不少，把欠条拿出来，今天咱们两清。500块？你们哪来这么多钱？可心，你居然这么有钱！早知道你有钱，我当初就不退婚了。嘴巴放干净点。她现在是我陆大山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再敢直呼她的名字，我就去公社告你骚扰。陆二哥，我错了，嫂子，乔嫂子，快让他松手，我要憋死了。大山，把他放下来，跟这种人计较，掉价。村长，欠条拿来，另外再给我开一张证明，盖上大队的公章。钱是够了，你还要开什么证明？当然是分家补充协议，写清楚，从此以后，陆大山跟陆家老宅那边没有任何经济纠葛，谁也不欠谁的。顺便再批一块后山向阳的宅基地，这500块钱还了欠账，剩下的200块当做买宅基地的钱，这总够了吧？够了，这就给你们开。
傻哥哥，刚才那张建国那么气人，你明明能一拳打他身上，干嘛只拎着他吓唬吓唬算了？不值当，我身上现在背着你的嫁妆，还得留着清白的身家给你盖大红砖房。我要是蹲耗子了，谁来护着你？花言巧语，别以为说两句好听的，我就会把管账权力交给你。赶紧回去，我总觉得陆家那帮人知道我们发了财，今晚肯定要来作妖。老大，你轻点儿！白天我可是听村里人说了，省城老板给了那小丫头整整2000块钱啊，那么多钱肯定藏在屋里。咱们今天就当是去拿回你那毁掉了石墓地的赔偿，是不知鬼不觉。啊！有夹子，我的脚趾头啊！救命啊！有鬼啊！哟，这不是白天刚分了家的钱婆婆和钱大哥吗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来我们这后山干嘛呢？李梅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快把夹子松开吧，我的脚要废了。松开！我本来是防着某些见钱眼开的小贼，没想到今天晚上你们就在这院子里好好待着吧。等天亮了，我就去公社报案。你再这样对待长辈，老二回来非说你不可。我才舍不得说我的媳妇儿呢。我陆大山的媳妇儿做什么都是对的。老二、二弟，我真不知道你在家呀，是娘非逼着我来的。你要打就打他，千万别废我的脚啊！我家里还有个刚出生的孩子要养啊！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老娘可是为了你才来趟这趟浑水的，你居然把我推出去顶缸！陆大山，你这亲娘和亲哥甩锅的本事可比种地强。说，今晚这事儿怎么了结？你要是心软把人放了，明天他们就敢带全村人来抢钱。连着这破渔网，一起滚回你们的老宅。回去告诉爹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我直接去公社报案，让你们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滚！我滚！我这就滚！我再也不来了！你个傻钱刀的，你把娘带上啊！老二，快放开我！陆大三，我今天才发现，你收拾起我人来比我还厉害呢，不仅不心软，还懂得让他们长记性。我这不叫厉害，我只知道，谁让我媳妇儿睡不踏实，我就让谁一辈子不安生。外头风大，进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你看，这是俺这几天晚上画的。咱们有钱了，这破茅草屋配不上你，俺要在这后山上给你盖一座这村里头独一份的砖房。你还在屋里设计了排水管道，还利用后山的坡度做了化粪池引流，这是城里新楼才有的设计，你从哪儿学来的？俺爷爷以前是给省城大户人家盖园子的掌墨师，这些东西都在俺脑子里。以前家里穷，爹娘偏心，连块木头都不让俺碰，这手艺就成了摆设。现在有了你，有了本钱，你想要啥样的家，俺就给你盖啥样的家。明儿，俺就去镇上订砖。那你忘了刚才的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你那娘和哥转头就会跟村里的人嚼舌根，说你发了大财。到时候村里人眼红，指不定明天就有人上门来哭穷借钱，或者拿什么村里规矩压你，要你把钱拿出来给全村分了，你怎么办？俺怎么会忘？那俩货跑回去，肯定要到处煽风点火，说俺捡了金山。俺要是今天直接去镇上订砖，等俺回来，家里指不定被他们闹成什么样。明儿一早，先不去镇上，等大喇叭广播完，全村人都在打鼓场的时候，俺过去把话跟他们说开。当众说？俺把钱都带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摆出来，告诉他们，这钱是俺们俩拿命换回来辛苦钱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横财。谁也别想打歪主意。俺还要跟他们说，俺要在后山盖房子，以后跟你好好过日子。谁要是敢上门来抢，敢来捣乱，俺直接去公社报公安，让他们尝尝牢饭的滋味。可以啊你，原来你早想好了，我还以为你就只想着盖房子呢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倒要看看那些人还能说出什么花来。好，咱们一起去，把话说清楚了，后面盖房子也能安安稳稳的，没人敢来捣乱。各位乡亲，
俺陆大山要在后山起房子，无间砖房，现在招工，状元吏20个，泥瓦匠5个，包1天3顿饭，大面馒头管饱，中午加1顿肉菜。状元吏1天2块，打工1天3块，当天结。1天2块，还管饭管肉，去公社修水库1天才8毛钱呀！陆老二这是真发了啊！陆二哥，算俺一个，俺一个人能挑2块钱。都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俺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俺们家给的工钱是全县最高的，但活也得干得最实在。谁要是敢偷工减料、磨洋工，发现了立马走人，1分钱拿不到。听清楚了吗？对。你看看老二那样，2块钱1天请外人，都不让咱自家兄弟去挣这个钱。财不外露的道理都不懂。你去供销社就说老二在后山挖公家的土倒卖，厚积倒拔。都停下，全部停工！谁是陆大山？有人实名举告你投机倒把、私自倒卖国家资源、谋取暴利，这房子属于非法所得，立马查封！同志，就是他，俺是他亲哥，俺实话实说，他用后山的红泥巴骗了省城药厂好几千块钱，赶紧把他抓走！抓人？恁凭啥抓人？恁有调查报告吗？有正规手续吗？空口白牙就敢封工地，谁给恁的权利？这就是公社的传唤证，他买红泥巴是事实，报复也是事实，把人带走。抓俺可以，但俺得请各位领导先看一样东西。俺买的不是普通泥土，是省城国营药厂特批收购了药材培育介质。俺这儿有份盖着省药厂和县农业局公章的合作协议。国营药厂特批收购，陆大山，你少在这糊弄人！你一个种地的，上哪弄这种正规协议？拿出来看看！要是敢造假，罪加一等！看清楚了，省城国营第一药厂开具的特种药材繁育基地正定书，右下角还有县农业局的联名简章。这乱石潭里的赤玉土是培育血灵芝的唯一基质，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农业项目。你现在封俺的地，是不是想耽误药材生产？这真的是都退下！刚才不是还要把俺抓去劳改吗？是谁给你的权利？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就私窃查封合法基地，这事儿要是报到县农业局，你这顶帽子还戴得稳吗？混账东西！这就是你说的投机倒把，这是诬陷，是破坏国家农业项目。来人，把这个虚心滋事的给俺铐起来，带回公社去好好审。领导，俺是实话实说呀，恁抓错人了，老二他就是个种地的，他哪来这种本事啊？救命呀！哟，陆大妈，跑啥呀？刚才不还在坡后面给陆大哥助威呢吗？这实话实说的主意，怕是您老人家出的吧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。领导，举报人就在那儿，恶意诬告、破坏国家项目，该是什么罪名？您别按清楚。把那个老太太也带回去。光天化日之下恶意举报国家重点扶持项目，必须严肃处理。俺不去，老二，俺是你亲娘啊！你快把俺说的话不敢了，俺是你亲娘啊！乡亲们，误会解开了，咱们继续干活。今儿个中午让可心多杀2只鸡，给大家伙加餐压压惊。陆大山，你老实说，这东西你啥时候弄到手的？你前几天去镇上不是说去买砖吗？买砖是真的，卖药材也是真的。那天俺碰巧帮了药厂采购经理一个忙，他正愁找不到赤玉土的稳定来源，俺就把后山的情况写了个材料递上去，这叫背靠大树好乘凉。媳妇儿，跟着俺，没人能再欺负你。切，说的好听，这协议是给公家的，那咱们挣的钱是不是也得全上交？当然不是，协议是为了建立合作，所以我们要赚大钱了。以后你是想当城里人，还是当这后山的女主人，都随你。谁要当女主人俗气，俺要当兜里揣满大婚下的财主婆。陆大山，这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。
窗户一安，咱这屋里亮堂的跟宫殿似的。看以后谁还敢说咱们住的是破房子？媳妇儿，宫殿算什么？只要你喜欢，以后我带你去住县城的洋楼。今天搬新家，那几个帮忙的乡亲都请了吗？那当然，除了老宅那几位还没回来的，村里有头有脸帮过咱干活的都请了。我准备了整整6桌席，大皮肉管够。我要让全村人都知道，跟着咱陆大山干，日子比蜜甜。瞧瞧，都瞧瞧，咱陆二这手艺，说是全县第一也不过分。这房子盖的气派。二哥，你这窗户得不少钱吧？听说城里大干部家的才用这种。哎呀，二嫂这命可真好，嫁过来才1个月就住上这种好房子了。大家伙儿随便坐，今天咱们陆家乔迁，菜好酒好，大家放开了吃。只要大家伙儿跟咱们一条心，往后这红砖房，大家迟早都能盖上。二嫂可以。老二，搬新家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爹的？连张请帖都没往老宅送，你是想让全村人戳我的脊梁骨吗？请帖，分家单上写的明明白白，各过各的，谁也别沾谁的边儿。恁大娘跟恁大哥还搁公社受教育嘞。陆老头这时候没上山，是想替他俩也是领一份教育回去。你个鳖孙不孝子！我是恁亲爹，你搁这吃香的喝辣的，让老子给你看门，你就不怕旁人戳你脊梁骨骂你缺德啊？当初分家的时候，可是您老拍着胸脯亲口说嘞，让大山背着500块钱的债滚出这个家门。咋着？现在瞅见俺们要盖新瓦房了，又想捡起来演那父慈子孝的戏码了。老二，你给我记住，你身上流的是老子的血，今个这肉老子吃定了，你还敢当众撵你亲爹走不成？烦了你了！肉你想吃就吃，但吃完这一口，咱就得把当年俺娘留下的那枚金戒指算清楚。那是俺娘钱留给俺的定亲礼，被你偷偷摸摸拿给了老大，这笔账俺憋了3年，今儿个正好给你算清。你胡咧了啥？啥戒指俺不知道，你别血口喷人。既然说不清楚，那村长正好也搁这坐着嘞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儿个就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，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了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老二，你就守着你这破房子过去吧。陆老头，慢点跑，别跌了跟头没人扶。陆大山，刚才那戒指是真的吗？你以前怎么没提过？假的，吓唬他的。不这么说，他那厚脸皮能赖上一辈子。好啊，陆大山，你现在撒谎都不打草稿了，连俺都骗过去了。不过这招俺喜欢。这物件可是实打实嘞，赶明儿俺带你进城里头。这是县城第一百货的门面租约。陆大山，你啥时候办妥嘞？那些钱你从哪儿弄来嘞？就在你忙着验砖的那天，药厂又追加了一批订单。媳妇儿，砖房只是个开头，以后俺要让你在县城横着走。让俺横着走，那俺不成螃蟹了？螃蟹又咋样？只要你想，俺就是你的螃蟹壳。这是咱们的店。上次去买砖，路过看到刚好有空的铺位，手里有闲钱，我就盘了下来。好你个陆大山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木头呢。以后这家店，你是掌柜，我是伙计，咱们一起把日子过红火。掌柜的，明天咱就准备开业。那家就明天开业，咱们一定让整个县城都记住，陆氏木艺行。陆大山，这鞭炮一响，咱们的家底可就全砸进去了。要是今儿开不了张，俺就只能把你卖给隔壁杀猪的地寨了。卖了我，谁给你挣这金山银山？放心，哪怕是为了不被媳妇卖掉，我也得让这县城的人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收益。
这竟然是纯榫卯结构，没用一颗铁钉。这种失传的罗汉脚走法，我只有在省城的博物馆里见过。老先生好眼力，这不仅是罗汉脚，每一处接口都用了双向暗榫。别看它是木头做的，哪怕您家里传3代，它也散不了架。好手艺，真是好手艺！这线条，这收口，陆师傅，你这手艺在县城开店那是屈才了啊！不过是守着祖宗的规矩，混口饭吃。几位若是喜欢，今日开张，陆某分文不赚，全当是交个朋友。我当时谁在这敲锣打鼓嘞？这不是我那被30块钱嫁出去的好妓女吗？乔可心，你这本事见长啊，居然能哄得这泥推子挣钱来县城充门面。陆大山，刚才是不是有只苍蝇飞进来了，嗡嗡乱叫的，真败兴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弟要在城里买房，家里正缺钱呢。既然你在这儿开了店，今天不拿500块钱出来，我就去公社举报你们搞资本主义。500块，你想拿这钱，先问问我同不同意。你可臭朽木头了，敢跟我妈这么说话，我看你这店是不想开了。啊！开不开你说了不算，你这只手是想留着干活，还是想留着要饭？李翠花，当年你为了30块钱骗我把我送上牛车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还有你那好儿子挪用单位公款的事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各位乡亲都听听，这夫人当年把我骗婚卖到农村，如今见我日子过好了，又带着儿子上门勒索500块。大山送客。滚！再敢靠近我媳妇方圆100米，我就直接去公社报案。说得好，陆师傅，就凭你这身傲骨，我老头子订一套红木的书架，现在就交定金。600块，整整600块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媳妇儿，这只是开始，等明年学龄之初了，我带你去省城盖一栋带花园的洋房。省城太远，现在我只想在这县城陪你把这好日子过到底。别摸你那木头了！省里派了个专家组，说是要来实地考察咱们那个雪灵芝基地，还说接到举报，怀疑咱们弄虚作假，利用稀有土壤高血豆骗取腐蚀金。我早料到他们会来，要是没人举报，这雪灵芝的名头还传不到省里那些大人物的耳朵里。可心，去把我那身干净的白衬衫翻出来。既然客人要上门，咱们得穿得像样点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这种延年度超标的乱石滩，连红薯都长不好，怎么可能培育出顶级药材？那个叫陆大山的呢？让他出来！这种欺民盗士的行为必须规正。吴教授，您息怒，这陆二确实是种出了东西，连省国营药材总公司都给发了证明的呀。吴教授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既然怀疑这土有问题，不如亲自下地看看。哼，你要是敢在土壤里掺钾肥，今天这基地我都做主给停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地太滑，陆大伯，你往后稍稍，万一这机器碰着您可咋整？你个憨货，老二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。陆大山，万一那土没你说的那么深，咱们这可就麻烦了。你到底有多少把握？媳妇儿，我不仅要让他无功而返，我还要让他主动跟我们签长期合同。看着吧。这不可能！微量元素超标10倍，活性成分是野生的3倍。这种赤玉土竟然是火山岩风化后的纯天然活性货方。教授，检测结果在这儿。您觉得我是在骗资金，还是在给国家造宝贝？这地下的暗河富含硒元素，配合着乱石滩的矿土，普天之下只有我这儿能种出这橙色的雪灵芝。陆同志，这哪里是乱石滩，这是国宝级的试验田啊！之前是有人实名举报你利用资金私建住宅，现在看来，这是为了保护科研环境的必要措施。刚才那举报人是谁？必须严查！这是在破坏国家重大农业项目。就是他，陆老大还有他那老娘，这俩人天天盯着二哥的基地想搞破坏。不是我，是我娘让我这么干的，领导饶命啊！教授，
既然您认可这地的价值，那咱们盛庭的扶持资金和技术指导，是不是也该谈谈？我陆大山不要无偿拨款，我要的是这雪灵芝在全省的独家种植经营权。钱，马上钱！陆师傅，你真是咱们省农业界的奇才呀！陆大山，你行啊，连省里专家的反应都算准了。那举报书，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他们会写？他们这种人见不得别人好，肯定会跳出来捣乱。与其被动应付，不如提前做好准备，借这个机会让省里认可咱们的基地。从今天起，这方圆百里再没人敢动咱们一根草。陆大山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不过我喜欢。走，今晚咱们吃大餐。陆大山，出去给大伙发的工程和买砖瓦的钱，咱们手里整整剩下了3000块，这还不算省厅答应的那笔后续扶持金，咱们发了，真的发了。这才是开始。我说过，跟着我，绝不让你受委屈。这钱你收好，明天去县城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买东西不急，陆大山，吴教授刚走，村口那几个盯着咱们的眼哨子就跑没影了。我估摸着老宅那边现在怕是炸开锅了。那500块计划咱们是还了，但有些人情债咱还没还。哎呦，老二啊，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啊！你在这3天还为你亲大哥公社受罪啊！你拿了国家的钱不给家里修房子，不给你大哥卖药，你这是要遭报应啊！老二，吴教授都说了，这地是宝地，那这地上的草药也该有咱们陆家一份。你今天不拿出1000块钱给我押金，我都去公社告你，说你勾结外人倒卖国家资产。哟，陆大妈，这公社饭还没吃够，又想去换个口味了。陆老大，你刚才说你要揭发什么？吴教授和省厅的官方协议就在屋里，要不你进去跟协议谈谈。老二，你给我站出来！你媳妇是个没家教的，你也跟着胡闹。我是你亲爹，你赚了钱，这钱就是老陆家的，按规矩这钱得交到我手里，由我来分。你敢不听，就是大不孝，我要去公社申请撤了你的户头。规矩？分家那天，你们让我签下字据，那时候你怎么没提规矩2字？那是为了考验你，谁知道你现在心野了，连老祖宗都不要了。别扯那些没用的，既然谈钱，咱们就谈得清楚点。陆二这些年挣的钱，扣除他吃的那点野菜团子，你们还欠他360块。还有，我这30块钱的彩礼，买的是陆大山跟你们断绝经济关系的买断费。你个不懂事的丫头，你算哪块小饼干？这家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是陆大山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这个家里掌柜的。臭丫头，你敢说我娘？你敢动他一下，我保证你以后不仅缺一条腿，连这双手都保不住。老二，你既然这么硬气，那行，咱们去请村长，在他见证下，只要你给1000块钱养老费，咱们从此各自生活，互不干涉。陆大山，既然陆大爷这么说了，咱们就成全他。不过这1000块得当着全村的面给，还要立字据，盖上公社的大印。从此以后，不管是生老病死还是任何纠纷，咱们跟老宅永不相干。好，明天早晨大队4间，想要钱就把你们那点可怜的尊严也一并卖给我。现在滚出去，别脏了我媳妇的心院子。陆大山，你真的打算给他们那1000块？那可是咱们辛辛苦苦挣来的。我想通了，我是想跟他们断，但这钱给的我心疼。傻媳妇儿，如果不给这笔钱，只要咱们在这儿1天，他们就会像吸血虫一样粘着。这1000块是买断费，只有当着全村的面把这笔养老费付了，以后不管咱们挣1万还是10万，他们再敢伸手，村里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们。更何况这钱我给得起，他们也拿得走，但想靠这笔钱翻身没那么容易。吴教授临走前说了，那片地的种植需要专业技术和防护，不是随便谁都能弄的。好啊，陆大山，我就知道你还有后手。你快说，是不是早就想到了？我就知道你这脑子长得不一般。那是肯定的，也不看看是谁的老公。老二，你可想好了，这1000块钱下去，白纸黑字1000，
你跟老翟那边可就真的是各自生活，互不干涉了。你这辈子挣多少是你的，他们的事儿也跟你没关系。少废话！1000块钱那是他该给的，他占了老祖宗的宝地发了财，就得给家里养老，赶紧拿钱！就是。急什么？既然是买断，那就得断个干净。这字据里写的清楚，从此以后，陆大山不再承担陆家任何经济责任，陆家的一切皆由陆老大一人承担，陆大山概不负责。各位乡亲，你们可都得给咱们做个见证。我钱，我二长子，我娘我爹以后我养，老二这笔钱给了，咱们两清。老二，你当真这么狠心？从此以后，我姓陆，但跟你们没关系。钱给了，字据在这儿。以后要是谁再敢打着孝顺的旗号上我们后山要钱，那就是敲诈勒索。我们直接去公社报案。快拿回去锁箱子里，有了这1000块，咱们也能盖红砖房了。陆大山，这钱给了，你那血灵芝基地的事儿。吴教授临走前交代了，那片乱石潭虽然能种药材，但土质特殊，必须按照生听的配方科学种植和防护，否则不仅种不出东西，还会影响身体健康。我这儿有专业的防护服和技术手册，但老翟那边既然断了关系，那这技术指导我也没义务提供了。你说什么影响健康？老二，你个黑心肝儿嘞，你成心了是不是？哎呀，陆大妈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您拿了那1000块养老费，咱们可就没义务管这些了。陆大山，咱们走，县城的搬家车还等着呢。贪心不足蛇吞象啊！拿了钱还想占便宜，这老陆家真是活该。陆大山，咱们这回是真的自由了。接下来，咱们去县城闯出一个未来的好日子来。好，到了县城，我先给你打一套最漂亮的实木梳妆台。咱们这种人不仅不认命，还要把命握在自己手里。刘老，你慢点，这就是我给您提过来那间藏着大宗师手艺的店。那个陆大山手里的活确实是咱们这儿的一绝。校长啊，你可别为了政绩在这儿吹牛。纯损友结构在省城都没几个人敢说拿得稳，这地方能出这种人才？人才不人才，看了货再说。我们陆家的东西不卖给不识货的人，哪怕您是省城来的，也得按咱们店的规矩办。乔同志，这位可是刘老，你这小年轻怎么说话了？快去把陆师傅喊出来！我就是陆大山，规矩我媳妇儿说了算。想要什么？看图纸还是看现货？这是双向暗损，怎么可能？这种手艺清末就失传了。年轻人，这屏风是你一个人做来，没用一颗洋钉。洋钉那种东西也配碰我的红松木？哼，这一架屏风36处节点，处处相扣。刘老要是能找出一处缝隙，我陆大山这块牌匾您尽管砸了。陆同志，你这手艺在县城是糟蹋了。省城有一座清代的古亭要整体修复，咱们请了3个老师傅都拿不下。我诚恳地邀请你参与这个重要的修复工程。刘老，省城的活咱们当然想接，但你也瞧见了，我们这店里订单都排到明年了，更何况咱们在县城还有些账没算清。陆大山要是走了，我被人欺负了可咋办？乔同志，从今天起，你们陆氏木艺行就是县里的重点合作单位，谁敢动你们，就是跟我张某人过不去。去省城可以，但我得带上我媳妇儿，这钱也得直接打进她的存折里。她要是受一点委屈，我这双手随时都能停下手里的活。好一个疼媳妇儿的小伙子！如果事成，不仅有酬劳，我还要给你们在省城批一个专门的木艺研发中心。那我们准备一下就出发。工具都收拾好了，我跟隔壁王婶打了招呼，让她帮忙照看一下店里的门窗。都齐了，走吧。师傅师娘，这是剩下的订单，我都按您之前说的标好了优先级。简单的活你们照着图纸做就行，复杂的雕花先留着，等我们回来再弄。知道了，师娘，我们一定看好店，绝不给您惹麻烦。走了。
这路真是越来越难走了，委屈你们俩了。不委屈，能去省城见识见识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对了，您之前说那座清风亭到底难在哪儿啊？连省城的老师傅都修不好。那亭子是清代道光年间建的，全榫卯结构，没有一颗钉子。10年前开始慢慢歪斜，一开始大家没当回事儿，等发现的时候，整个亭身已经歪了15度，随时都可能塌。歪了15年，榫卯应该都磨变性了，不是简单换根柱子就能解决的。对，所有的榫卯节点都跟着亭身一起歪了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稍微动错一个地方，整个亭子就塌了。所以我才这么急着找你，也就你这手的手艺能救他。这清风亭是咱们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修复的事儿早就上新闻了。之前林副院长说要用钢架撑着，还开了发布会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刘院长，这两位是林副院长，这是我从县里请来的陆大山陆师傅，还有他爱人乔同志。陆师傅的榫卯手艺是一绝，我想着请他来帮忙看看这古亭的榫卯问题。各位，我正要跟大家说，咱们这清风亭的修复讲究的就是结构安全。你们看，我采用了钢骨支撑法，用钢架把这些老化的木柱撑住，能让这座亭子再立100年不倒。至于某些从乡下来的民间艺人，我劝你还是想清楚，别觉得会做点家具就敢碰古建筑。这100年古迹要是毁在你手里，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劝你趁早别下掺和，免得惹麻烦。林副院长，修复古亭讲究的是修旧如旧，您用钢架把木柱箍死，反而会把原本的木柱撑裂。而且您这钢架一装，原本的榫卯结构就彻底废了，这哪里是修复，分明是把老祖宗的东西拆了，换成您的新东西。不过你也不用操心，我男人是来修亭子的。大山，让林副院长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古建筑修复。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这亭子塌了怎么办？你赔得起吗？把那些钢架拆了吧，现在没事了。拆，按陆师傅说的来，出事我负责。不能拆！你们疯了吗？拆了它要塌的。奇迹，真是奇迹呀！这是失传了100年的活孙手艺，我只在古籍里见过记载，没想到今天真的见到了。老林啊，你看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加固。现在这亭子就算没了钢架，也绝对不会再往下塌了，哪里用得着你那些破钢架？硬生生把老祖宗的木头构件给箍坏了。这不可能，我算过了，没有钢架撑着，这些腐朽的古件根本扛不住亭顶的重量，它应该会塌的，这不符合力学原理。林副院长，您算的是那些已经腐朽缺损的旧组件，可它补上了这处关键的活耸节点。老祖宗的榫卯本来就是活的，它能把亭顶的重量均匀地分散到每一根柱子、每一个完好的榫卯上。您要是不信，大家可以找专家来测测。哦，我忘了，你就是专家。大山，你看刚才那林副院长，之前还觉得咱们乡下的手艺人上不了台面，连试都不肯试咱们的法子。别理他，他不懂老祖宗的东西。我不是气他，我是忽然更笃定了，咱们光咱俩有本事没用，得让咱们青山村的人都有本事。等咱们把军棚搭起来，把木工板开起来，以后咱们村的人，不管是种灵芝的还是做木工的，走到哪儿都能抬得起头，再也没人敢看不起咱们乡下人。我都听你的，你说咋干咱就咋干，咱带着全村人一起富起来。陆二哥回来了，乔二嫂回来了。那车上是啥？是不是城里的桂花糕？俺上次去公社见过，黄锃锃的，就知道吃。俺爹说了，陆二哥现在是省城都抢着请的大人物。大山啊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俺们昨儿个就听见公社的人说，你们在省城又露大脸了，是不是真的？婶子，哪有什么露脸不露脸的？鸡蛋
鸡蛋您赶紧拿回去，你家里老三还等着吃呢。那不中，上回俺家老三半夜烧了抽风，是你让大块头顶着大雨跑了10里路去公社拿的药，俺没啥好东西，就这几个自家鸡下来蛋，你必须收。鸡蛋俺们收2个，图个心意，剩下的您拿回去。这包白糖给孩子冲水喝，补身子。大山啊，你现在出息了，还记着俺们这些穷乡亲。婶子，光记着还不够，今天我们回来就是要让大家伙都过上好日子。乔二嫂，你说啥？让俺们都过好日子？可别逗俺们了，俺们这些人一辈子土里刨食，能吃饱穿暖就烧高香了，哪敢想别了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省城的药厂已经跟我们签了3年的长期协议，后山的雪灵芝基地要扩大10倍，只靠我和陆大山干到明年也干不完。所以，我们准备在村里挑人，办一个雪灵芝培育小组，手把手教大家种。工钱按1个月1结，绝不拖欠。雪灵芝就是那个10块钱一株的金疙瘩，俺能干，俺手脚最麻利了。乔二嫂，俺不要10块，给俺2块工钱就种，带俺一个，俺家5口人就这点盼头了。哎呀去，俺种了一辈子地，就想给娃们留点啥。来，大山，可心，这可是天大的事儿，你们咋不提前说一声，俺好提前敲锣，让全村人都来。现在同志也不晚，今晚就在大谷场开致富大会，谁想保命，谁想听规矩，都来。中，俺这就去敲锣。村长慢点。等等，有句话先说在前头，俺带乡亲们挣钱，是报大家当初帮俺盖房护着可心的情分，但不是谁来闹一闹喊2声亲亲就能分一杯羹。尤其是陆家老宅那边。乔可心，你啥意思？俺们老宅不是陆家人，老二身上流的是俺的血，他发财不带亲娘带外人，这叫啥道理？不怕天打雷劈吗？老二，俺可是你亲哥，你要带全村发财，凭啥把亲哥排除在外？凭你们偷过俺家钱，砸过俺家门，举报过基地，差点毁了药厂的项目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俺现在不计较你不孝，你倒还记起仇来了，你这个白眼了。陆大妈，您不计较那正好，我替您计较计较。分家时把500块债全塞给陆大山，半夜带陆大哥撬门偷钱，找公社的人诬告我们投机倒把。药厂专家来考察的时候，你偷偷地举报信，您说说哪一件是误会？原来还有这么多事儿，以前俺只知道他们分家闹得僵，这要是还让老寨进组，那不是引狼入室吗？俺可不想跟他们一块干，万一他们再举报，咱们都跟着倒霉。俺师娘说了，挣钱先看人品，人品不行，手再多也不要。你个傻大个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俺现在是陆氏牧养行头号学徒，咱们还说话的份儿？今晚开会第1条规矩就写清楚，凡是破坏过雪灵芝基地、恶意举报过合作项目、偷盗过陆家财物的人，一律不准进第1批致富小组。陆家老宅全部排除。某天理呀，儿子发财不认亲娘啊！老天爷，你开开眼啊！俺认规矩，认公章，认谁在俺穷的时候伸过手，也认谁在俺刚站起来时伸脚绊过。俺支持大山，那些人要是进了组，俺第一个不干。俺也支持。谁不知道陆老家天天盼着大山倒霉，让他们进来，那不是把一锅好汤倒进老鼠屎？对，带大家发财是好事，可不能让坏心眼的人搅黄了。既然大家伙都这么说，那这条就写进大队记录。陆家老寨暂不参与第1批培育小组。不是暂不参与，是考察期内不参与。中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什么时候真心悔改，什么时候再说。再闹就请公社干部来。今天药厂的张经理也在车后头。您要不要当着他面再表演一回？娘，先走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等晚上再想法子。陆大哥，晚上也不用想，基地以后会成立巡夜队，名单上没有的人敢靠近军方50步，就按破坏国家药材项目处理，直接送公社。走！白眼了，俺看你们能得意几天？乡亲们，静一静，
会，是咱们青山大队几百年不遇的大喜事。陆大山同志和乔克新同志要带咱们一起搞血灵芝培育，一起挣钱过好日子。大家先别急着高兴，挣钱这事儿听起来香，干起来苦。血灵芝不是撒把种子等着收钱，还要精准控温控湿，每天按时辰浇水通风，还要防虫防霉防人坏心眼儿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，出一点一棚的菌包就全废了。乔二嫂，俺有个问题，俺不识字，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，能不能干？能，不会写字不要紧，但得听话，得细心。我们会把每一步操作都画成图，啥时候浇水，啥时候通风，啥时候盖草帘，都用红笔画上标记。不识字的人，2人一组，搭一个识字的，互相照应。乔二嫂，女人能报名不？俺男人去县里修水库了，家里就俺和婆婆还有2个娃，俺也想挣点钱，给娃买双过冬的棉鞋。能，女人不但能报，还优先。培育灵芝讲究细致，收纹心细，比力气大更重要。第一批50个名额里，至少留20个给妇女同志。可心这话说到俺心坎里了，俺们女人也能挣钱养家。俺一定好好学，不给你丢人。不是给我干，是给你们自己家干。挣了钱，给娃买棉鞋，给老人买药，给屋顶换新袜，让全家都过上好日子，这才是正事。俺说几句，木工班也准备招人，先招10个，身体好了优先，不分男女，肯吃苦就行。木工学徒不是来混饭吃的。第一，不收懒汉；第二，不收赌鬼；第三，不收嘴碎手不稳的人。大山、可心，俺问句实在话，你们把手艺交出去了，不怕别人以后学会了抢你们的饭碗吗？这个问题让他答。1个人会做1张桌子，只能养1家；10个人会做10张桌子，就能把咱们青山村的牌子打出去。俺不怕乡亲们学会，俺怕大家一直穷，一直被人看不起。好，这话像个爷们儿，俺没看错你们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谁砸了咱们村的牌子，就是砸了全村人的饭碗。到时候别说我和陆大山不讲情面。媳妇儿，说得好。开会呢，严肃点。俺很严肃。好了，想报名学灵芝培育小组的在左边排队，想报名木工学徒的在右边排队。可心、大山，你们看着赛。从今天起，谁看干，谁就有奔头。陆大山，省城最大的华侨商店想跟咱们合作燕尾河专利，出价10万块，但我回绝了。我要让他们入股，咱们出技术，他们出铺位。我要把陆家的木头卖到全国各地去。媳妇儿，生意上的事你说了算，只要你高兴，就算你想在这省城建一座金屋，我也能给你1分1毛扣出来。对了，楼下李翠花带着她儿子堵在门口闹，说要是你不见他，他就跪在店门口撒泼。出事了就知道想起我来了。他儿子挪用了单位5万公款去赌博，全输光了。现在单位要报警起诉他，这娘俩是来逼我给他们填窟窿的。乔可心，你这个白眼狼！我恩福义的东西，我可是你妈，你爹临死前让你给我养老的。你现在当了大老板，有钱了就不管我们了是吧？我求你了，你就帮帮宝儿吧，他还年轻，不能坐牢啊。那5万你先帮他垫上，等我们以后有钱了一定还你。你现在这么有钱，5万对你来说就是9牛1毛啊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。帮你？我凭什么帮你？当初我爹在边境牺牲，部队给了8000块烈士抚恤金，你拿了多少？你1分没给我留，全揣进了你自己的腰包。那时候我才14岁，你拿着我爹用命换过来的钱，给你儿子买新衣服交学费，让我穿他的旧衣服，吃你们的剩菜剩饭。现在你儿子好赌，挪用单位的钱去赌桌输光了，你想起我这个女儿了？李翠花，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乔可心欠你们母子的？那不一样啊，宝儿是你弟弟啊，你不能不管他呀。我没有这样的弟弟，
求求你了，你是我姐呀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被抓走啊！你就帮我这一次啊！